直接表达观点。喂，你好。直接表达观点，不要寒暄。我想问一下，你认为什么是中医？是这样啊，我个人这个不认同的不仅仅是中医，是传统医学。什么叫传统医学呢？未经现代的科学这个方式验证过的，都叫传统医学。当然了，包括你这个所谓的什么西方的这些也算啊，只要未经我们现代的我知道，验证过的。我就是说，以你的基础知识认为感谢什么是曹总啊，中医？感谢曹总啊，感谢曹总，感谢啊，请讲，请继续。就是你以你的知识水平，你给我说一下什么是中医？什么就是我举个例子，所反对的，我你说所反对的。生活中咱们接到的什么是中医？你比如说中成药啊，对吧？中医可以中医院你看，抓的那种草药啊。我听你说了这么长时间，就发现你这个观点有点狭隘。你只认为中医就是汤药，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生活中还有其他的东西是中医？什么？针灸、拔罐、推拿、按摩、艾灸，是不是？这个我熟啊，我经常洗脚，这个我熟。哎，你看你经常洗脚，你为啥洗脚呢？你告诉我。洗脚，你说中医没用，你洗脚干啥呢？我洗脚它得劲儿啊，他给我按它得劲儿啊。得劲儿，为什么得劲儿？不是舒服吗？是舒服啊。为什么舒服？你知道吧？就是因为你的气被活了。不是，我去按脚跟中医也有关系啊，洗个脚跟中医也有关系啊。不是，我跟你说，你让你舒服的事情呢，它就是一个疗效。不是，我洗脚跟中医有什么关系啊？你魔怔了吧你？哎，那你为什么要去洗脚呢？你说洗脚给你带来什么娱乐了？我洗脚我就是舒服爽啊，舒服爽嘛。啊。对啊，那你就说有拔过罐没？拔过啊，那脚底拔罐啊。那技师问我你要不要？你说你拔罐为啥？他拔罐吸一下，反正就得劲儿啊。吸一下也舒服是吧？舒服啊。舒服那不就是中医的疗效到了？你没事你说你拔啥罐了？跟中医有什么关系啊？但是拔罐它就是中医啊。你拔罐为什么会跟中医有联系啊？你看你这就是思想上的不足了。你说中医没用，但是拔罐它就是中医的一种形式。你说你中医没用，但是你说拔罐有用，那你说你这个观点是拔罐仅仅就舒服啊，就有吸力嘛？它不舒服，舒服就是一种中医的一个疗效。你说为什么人拔罐？不是啊，那技师给我按摩，对吧？有的时候有的您说，你听我讲啊。你说拔罐舒服，您搁脚上拔，搁背上拔，你咋不搁其他地方拔呢？都可以拔，都可以拔。你拔过啥地方？不是，他拔罐不仅是脚上、背上，就是你有肉的地方，胳膊上也可以拔。为什么要在胳膊上拔罐？为什么要在脚上拔罐？不是，它就是舒服嘛。它跟中医有什么关系呢？哪里想拔哪里，就是为了好玩是吗？它就舒服呗。我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我想表达的是，拔罐是中医。你说中医没用，但是你认为拔罐还是挺有用的，对吧？不是拔罐，我认为它没有任何医学的作用，它仅仅就是舒服，能明白吗？你比如说那个技师给我按一下这个手，它就是舒服嘛，对吧？你说它有什么医学吗？它就是舒服嘛，对吧？给我拉手指头，对吧？给我捏捶，它就是舒服啊。它跟医学跟中医有什么关系啊？那你说按摩有用吗？不是按摩就是舒服啊，什么有用没用啊？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我跟你说，按摩是什么来的？按摩它就是中医，除非你按不正规的按摩，正规的按摩都是中医。我按的是泰式按摩怎么办呢？泰式按摩它也是从中国传出去的一个中医的疗效，你可以去网上百度一下，哥。这个知识面需要扩展的，不能说在这聊天是狭隘的获得。不是你凭什么说人家泰式按摩是中医传过去的？凭什么？你自己搜，百度不是我自己搜，你谁说明谁举证啊？对吧？你很搞笑，为什么人家泰式按摩是中医传过去的呢？你中医是万物起源吗？是。什么？是。中医是万物起源。中医泰式按摩是中医按摩，中医传过去的。
那我想问一下，那埃及按摩呢？埃及有按摩吗？你按过埃及按摩吗？埃及为什么会没有按摩呢？因为中国没去传到埃及，所以埃及就没有按摩。对。你说按公牛话，咋不说话？就是你咋不敢说话？你咋不敢说话了？我操！啊！我操！我不知道说什么了啊！你是不是不行？你说嘛？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我来我直播间上麦的，就是这几个网友，就是真的他能把我的嘴堵住。我真的下面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真的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了。那人家美国的按摩呢？美国也我不知道，我没去过美国，我比较狭隘。我跟你说，我只知道这个中医这方面是什么构成的，其他的真是不知道。可能也有确切的地方，真的，比如这个埃及啊，美国有没有，我真是不清楚。按摩这个东西，我觉得你没有必要纠结。按摩就是拿个手给你按按。你去洗过脚吗？哎，按哪个位置？你说为什么要按这个位置？你有没有去洗过脚？我没洗过脚啊，我只去中医地方按过摩。你多大岁数了？我25了。25没洗过脚啊，没去那个不正规的地方洗过脚。我说的是正常的啊，现在连锁洗脚的太多了，就是纯正规纯绿色的，人家马上都上市了。你没有去，你25岁没去洗过脚？啊，那种洗过，搓完澡不是按个脚吗？对吧？你洗过脚，你应该知道啊。人家按摩，他就是给你按啊，就拿个手，对吧？就给你按啊。哎，我跟你说，跟中医有什么关系啊？你明天上午不是他哪都能给你按啊，按头，对吧？有的给你按脖子，按肩膀，按手，按肚子，对吧？按背，按腿，按小腿，按大腿，是吧？按脚，跟中医有什么关系？他就是按嘛，就是让你的肌肉放松放松嘛，是吧？也就这样了。挺舒服的，跟中医有什么关系？我就不懂你怎么万物皆中医呢？不是，按摩就是引导就是中医的一个环节，知道不？中医你身体出了问题，你可以通过针灸、引导和饮食、汤药，就是你认为的那个中药3种方式去解决。而那个引导就是按摩，就中医按摩。比如说你有什么颈椎病，你上班时间长有颈椎病，还有那个福包是可以通过导引去按回来的，你知道吗？导引，对，引导然后导引，一个意思。我不那么专业，你能听懂，我相信。你这个引导是什么意思啊？我不清楚。就是按摩、推拿，懂吧？然后呢？对，你说那个，假如说你今天骨折了，对吧？是不是能给你正骨？脱臼了，是不是能给你扶起来？我乱扶能扶起来吗？能给我把骨头给接起来？给你扶正能不能？能不能给你保块木头？哎，扶正了嘛，保块木头它不就长起来了？然后骨头就长起来了。中间长脆骨呢？你说你现在骨头骨折了之后怎么办？你说你西医怎么办？你说，哥们儿，你骨折了，你拿个板子绑起来，你骨头是不会长起来的，能明白吗？那你说你现在腿断了，假如说你说怎么办？腿断了，你去了医院怎么办？我问你，你不是信中医吗？我问你，你腿断了，中医怎么办？我啥？我现在问你啊，假如说腿断了，中医怎么办？有一个人中医就会先把你正骨，先把你骨头移到一个正确的位置，然后给你绑住，绑住了之后，它就恢复骨头跟骨头中间会长出脆骨，就会连起来，连起来你就会能正常走路，你说对不对？你见过没有？骨折之后不用拍片子，直接拿手就能正骨的，你见过没？没见过吧？我知道你这个惊讶就代表你没见过，没见过就是见识浅薄，知道吧？浅薄就多出去见见面。这不可能，为什么？
我知道你认为不可能，因为你认为不可能事情很多。来，但是它现实中就是可能。让我跟你讲，首先呢，所谓的正股这种操作方式本身都是违规的。任何什么是让我讲完，规定的？不要急，让我讲完。任何一个3甲医院的医生，在不拍片的情况下，他敢给你正股，你可以随时举报他，他可以下岗了。哎，他给我弄好了，我为什么要举报他？不要急，停，我还没讲完。你说话的时候我没有打断你。任何一个3甲医院的医生，在不拍片的情况下，请注意啊，是在不拍片的情况下，他敢给你正股，他可以直接下岗了。为什么？因为骨头是非常硬的。吃过肉吧？那骨头，哎，不一定，不一定。有骨质疏松的人骨头就比较软，摔一跤就能骨折，你信吗？你说话的时候我没插麦，骨头非常硬，他不通过 X 片看到骨头的这个情况，他不敢给你瞎掰的，因为骨头会把你的肌肉给划伤，会把你肌肉里面的血管给划断的，他不敢的。所以说必须要有 X 片的这个辅助，他才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所谓的腿骨折了，拿个木板绑起来，然后2根骨头中间就能长起来了，这纯扯淡。你连最基本的生物学常识都没有，我不知道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啊，你连最基本的生物学常识都没有。你如果这样做，最终导致的是什么？就是你这个腿的坏死啊，最终呢就是残废啊，截肢，这是最终的结果。那么骨折了，在古代怎么办？中医怎么办？就是没有办法啊，就是等死。所以说，为什么古代人很害怕从马上摔下来啊？摔下来摔骨折了就是等死啊，还中间长脆骨。你是不是肯德基的骨肉相连你吃多了啊？中间长个脆骨。哎，您告诉我中间长了什么？骨头断了之后怎么才能长好？你告诉我。骨头断了怎么才能长好啊？中间长什么了？你告诉我。要把你的伤口给剖开，通过外科手术，然后呢，用钉子把它钉起来。笑死，钉子不跟木板不是一样吗？你告诉我，钉子钉住了，那骨头就能拔住了，你不用拔钉子吗？你逗死我了！那你见过骨折人没钉钉子还能正常走路吗？你见过没？你只见过骨肉相连，所以你才会那样想，哥们儿。骨肉相连的脆骨都是假的，你自己好好想想，是不是？你见过我跟你讲、不钉钉子就能走路的吗？你见过没？你见过没？你就说见过没？你说，回答我这个问题。我跟你见过没？不钉钉子就能恢复的，腿骨折了。我没有见过，我没有见过。没见过吧？没见过。请你明天去医院见识见识。那不要在这里，不可能有的。如果有的话，就是诺贝尔医学奖。我跟你说，如果一个人认为这个世界存在不可能，那么这个人只能是无知的人。我跟你们讲啊，如果我是本直播间的观众，如果我不是霍春风本人，我真的以为这个人是我请的演员，真的，就是我真的不认识他的，就他能说出这么逆天的话，我真的我都无语，哥们儿们，我都无语。我跟你讲，我都觉得他是演员。就是一个人得没有常识到什么地步啊？得没有常识到什么地步？你自己没骨折过，你身边的人没有骨折过的人吗？你同学没有过吗？骨折了要外科手术，把那个……哎，我没外科手术，我小时候腿断过，我现在能正常走路，我中医治的，哎，我没钉钉子。你小时候腿断过？对呀、我断过，没钉钉子，我骨头可软了，一摔就倒了，骨头也不硬，没像你吃肉吃的那骨头那么硬。我知道你腿哪个地方断了？哎，就是小腿，腿跟腿中间，知道吧？中间。小腿就是大概这个部位了，是吧？这个叫小腿，是这儿吧？是不是这儿？哪个看不见？啊，是这儿，这不是小腿吗？往下点，再往下点啊！对对对，是这个，是这儿吧？啊，对对对。好，你这儿断了。啊，你这儿断了，就是字面意思啊，断2节了。不是，扯开了啊，扯开了，是，你可以那样理解。字面意思，你这个小腿嘛，这小腿嘛，就字面意思，断2节了。嗯。然后呢？然后就是正骨嘛，正骨正完骨了之后，
绑起来打石膏嘛，打石膏最后好了嘛。哦，你这个腿啊，我请注意，我说的非常严谨，是骨头断成2节了，断成2节了。没断成2节，断成2节那就厉害了，没那么厉害嘛。那是怎么样的嘞？那是怎么样的嘞？骨折，什么叫骨折啊？骨折啊，字面意思骨折啊。你是骨裂吧？你骨裂本来就不需要啊，骨裂本来就不需要把它外科手术剖开打钉子啊。你到底是骨裂还是骨折？我问的很清楚，是断成2节。你能明白什么叫骨裂和骨折吗？啊，不知道，当时太小，我还不知道我到底是咋了，反正就是骨折了。医生说骨折了 ，OK 吗？医生说的，西医的医生说的，不是中医的。你那么小，你都记不清楚，你既然能记得清楚，他说的是骨折还是骨裂？骨折，我没骨裂过。对呀，你这么多年你都不记得他是有没有摔成2半，然后呢，你竟然记得医生具体说的是骨折还是骨裂，你不感觉到矛盾吗？就是骨折嘛。你感不感觉到矛盾吗？没感觉矛盾呀，就是骨折。整件事情你连骨折骨裂都不记得，但是你记得医生说的骨折。那就是骨折，我记得时候可疼了，当时也跟你说一样，拍片子了，不拍片子没人敢弄嘛，你说的嘛，然后人家就不敢弄嘛，是吧？疼不代表它是骨折，能明白吗？不是疼，医生说的骨折了，你懂吗？那行吧，也许在医学上来讲啊，骨裂确实属于骨折啊，这个也许医学分类上是这样的啊，这个也许是没毛病的。但是我跟你讲，你那个100%，它一定不是我们字面意思上理解的骨折，好吗？医学上可能确实骨裂是归属于骨折的，这个确实没毛病啊。但是我跟你讲，你的这个绝对不可能说是骨头裂2半，这个是不可能的，就是骨裂啊，最多就是骨裂，好吗？哎，那我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好，你稍等啊，我也想讲一下，就是你自己啊，你自己这个没有骨折过啊，或者说你周围的人没有骨折过，我能理解。你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那骨折了，那骨头都碎成那样了，你怎么把它绑起来？那是骨碎跟骨折一样吗？你先给我讲一下，你理解的骨折是什么？你理解的是什么？骨折就是骨头跟骨头分开了，这叫骨折。那对呀，那不就裂成2半吗？就比如说我这个手，对，你们说的是粉碎性骨折，那能一样吗？那好，我现在就给你举例啊，我这个手从中间咔嚓裂成2半了，对吧？裂成2半了，那我这个应该怎么治疗？不知道，没裂过。那按照中医上来讲，应该怎么治疗吗？不知道，没看过。你刚才不是说的这个？我是腿，不是手吗？你刚才说的义正言辞的拿个腿嘛，小腿嘛，跟你说那胳膊我能看到，小腿看不到吗？不是，那不一个性质吗？都是骨头。那骨头有宽有窄，有硬有软，那能一样吗？刚才说的义正言辞的，现在怎么回事啊你？就是嘛，就是嘛。好，我现在我就以腿来举例，就这个脚啊，看好，我这个小腿从中间断2半了，我说的非常清楚啊，我不存在任何误导，我这个小腿从中间咔嚓断2半了，你中医上该怎么治疗？不知道，没断过，那你没看过，开始摆了啊！你知道吗？你知道，你给我说说，我给听听嘛，学学。你开始摆了吗？你现在就开始摆了吗？我没摆，我还有问题想请教你的嘛。好，我来跟你讲怎么现代医学是怎么办，外科手术，对吧？把它剖开，然后呢钉子钉起来，钉起来之后缝上，缝上之后固定打石膏，然后呢时间到了之后呢，再通过这个外科手术把这个石膏去掉，然后呢这个钉子这个钉子需不需要弄出来？这个我确实不太清楚啊。这个我不清楚，我就不瞎说。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治疗方式。这听不见。喂，啊，我刚才说的你听到了吗？啊，听到那个就是现在的治疗方式。对，这就是现在的治疗方式，通过外科手术。那我想问，取钉子吗？要取的，我看了一下弹幕上是要取的，就20分钟把钉子取了之后，骨头咋就长住了？骨头跟骨头中间有啥东西？它骨头我看了一下啊，弹幕上有说的，有这个骨头叫增生细胞什么的，就会把骨头再次长起来。哦，意思骨头跟骨头中间又长出骨头了。它2个骨头会长起来。
啊，我说中间是什么东西？还是骨头吗？是骨头呗，那不是骨头是什么呢？有人说是骨架，反正就是可以长起来嘛。咱们本身又不是医学专业的，它就是可以长起来嘛。然后呢，你想表达什么？我想表达的时候，我想表达的是，你说这个骨头很硬，我就不理解。有些人他就是你见过没？下个楼梯就摔倒了，就骨折了呀。那骨头硬吗？我没发现他硬。有的人他就很坚强，他滑雪摔倒了也没事，对吧？你不能一概而论。每个人的骨质不一样啊，老年人他本身就是这个骨松的，对吧？所以你刚才说那个其实是错误的谬论，你说对吧？什么错误的谬论？就是你刚才说骨头是很硬的嘛，你吃肉的时候那骨头很硬。这不对呀，你对吧？我们小的时候是儿童的时候，那骨头就很软，然后呢，长到中年、青年的时候，那我们的骨头就很硬，到老年了骨头又脆了，就骨钙流失什么玩意儿的，对吧？对呀。你想说什么呢？你想表达什么？我想表达你刚才说骨头很硬，这就是有问题。而且我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行吧？你稍等啊，我读个 SC 可以吧？是，好，我读个 SC 啊，稍等一下啊。这个癌银总说，护子，我的 iPhone 13 mini 在看你直播的时候啊，突然就绿屏了，无法显示，怎么办？啊，癌银总啊，你这个绿屏我不知道是字面意思绿屏，还是说这个非字面意思绿屏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啊，我建议去找个修手机的啊。如果修手机的无法解决呢，这边建议安银总换一个 iPhone 15 Pro Max 啊。这本身安总啊绝对有这个实力的啊。小豪爱玩股说，看得我着急啊，连网胡歌。好的，马上啊。LNC95 总说，我还真去过埃及按过摩，你胡说。那埃及有按摩啊？这个你怎么说呢？喂，你在干嘛？我这不等你完了，你完了之后找我吗？404引诱总说，他说的对啊，中医是万物的起源，存中医啊，灭人欲，存中医灭人欲，口号都喊上了。陈 Sir 无所事事说，护子，我想吃脆骨了。陈总啊，这个据我所知啊，鸡脆骨这玩意儿啊，确实不错，挺好吃的啊，淘宝上有卖啊，淘宝上有卖。不行了，我赶紧带把这个货。欢迎阿乌说，他太离谱了，我要上麦啊，播放他，我要上麦反驳他是吧？好的，马上啊，马上。不负少华说，轻肢骨折还有这个非胫骨是承重的哦，轻肢骨折还有这个非胫骨是承重的。好的，不副总，好的。一只好鸽子说，护子啊，一位演员多少钱？我也想吃这碗饭。真不是演员啊，真不是，我哪有那个钱请演员？真不是，我也感觉到匪夷所思啊。欢迎阿乌说，让我上麦。好的，马上啊，马上，别着急。是这样啊，这个薛定谔，你还有什么要讲的？我问一下，你那个长这么大有没有服用或者使用过这些中药或者一些中药的方式？服用过，改善这个身体的不舒服的情况。服用过，小的时候被父母带到中医院看过病。您觉得有用吗？我觉得没有用。哦，好吧。因为我吃了那个药之后呢，暂时性的出现了一点缓解，但是这个症状还是持续的。哦，您当时是怎么了？气管炎。气管炎啊？对。哦。初二的时候大概。哎，您听说过那个有个名方叫什么安宫牛黄丸吗？听说过，我不知道那是干嘛的，怎么了？我有点怀疑它的真假，你认为它真的假的？什么意思？就是这个药它到底是就是有疗效还是没疗效？它是治疗什么病的嘞？脑梗，就是说那个药蓉的，我也是刚查了一下。脑梗。我听说这个药比较火。这个病是治疗脑梗的。药是这个药是治疗脑梗的。你看哪个医生脑梗，哪个医生看到病人脑梗了，敢给他开这个药？这是急救的嘛，就是急救才用的。而且你说这个东西，牛黄丸。对。这个我确实不太清楚啊。他这个安宫牛黄丸这个治疗脑梗有这个临床实验的报告吗？哎，我觉得他这个药既然敢，你说咱们街上看到那种盒装的药的话，他既然能上市，能摆在药店让你买，那他肯定有一定的
理论的嘛，他不可能说，当哎，年大范围这个批准这个要上市的那个什么什么那个证叫什么的，现在人已经没了。啊，那意思说您认为这个？不要说这个，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要说这个。我现在就问你，这个药有没有这个临床实验的这个报告，能证明它有效的？我给您看一下啊，我给您看一下。你最好赶紧搜一下，我在这等着你呢。哎，行。你要能搜出来啊，你就奇了怪了。陶八万说脆骨啊，这个脆骨啊是脆的骨头啊，脆骨。反向飞火星说，听了半天，这哥们儿说的这个骨骼是脱臼吧？不是一个骨头断了，对他应该说的是脱臼，应该是脱臼啊。你搜到了吗？等一下，马上。你不可能搜到的，给我相信我。之内，行吧？你相信我，你不可能搜到的。如果你能搜到，那个是这个世界上啊，不说这个世界上吧，就是 A 股市值最高的公司，应该不是贵州茅台了，而是你这个所谓的安宫牛黄丸了，知道吧？哦，我刚才搜了一下，你看啊，这个我在中国知网，你知道吗？我知道，感谢一只好鸽子，感谢鸽子总的舰长啊，感谢鸽子总，感谢啊，我知道你讲啊。中国知网，您输入那个安宫牛黄丸，然后它有各种的研究成果以及临床的数据，它都有论文的，有论文能这代表什么嘞？哎，但是我看不到论文，因为我不是学校那个网，你知道，但是它有研究说是观察安宫牛黄丸对脑损伤早期凝血功能指标的影响，是有实验和数据的证明的。你上过本科吗？哎，真不巧，我研究生毕业。研究生毕业你应该知道啊，知网里面啥文章都有的，而且你本身作为研究生，作为导师而言，你什么方向都可以研究的。你在知网里面搜一下中医阴阳五行，你搜一下嘛，然后你读一下标题名称，就中医阴阳五行，就各种搞笑的名称，读出来特别搞笑，你去搜一下。我给您看一下这个他的那个刊的研究的层次。你不用看，我现在问的很清楚，研究归研究，研究不一定有效，也不一定有用。临床，咱们就说临床，你不说临床是以什么？是以你通过3期临床实验为标准，而不是说以我研究为标准，这是两个概念。通过为通过，研究归研究，他研究没毛病，你可以研究世间万物，是不是？你写论文，你比如说你是文科生，对吧？你还可以研究护城风的直播间的这个辩论话题呢，对吧？研究本身没问题，所以说我现在很怀疑你是不是研究生，因为你说的话跟你研究生的身份不相符。哎，你是啥学历？我是高中毕业。哦，怪不得，我就说呢。我想问一下，你研究生考研考几门啊？研究生考几门？考研3门考几门？啊？考研考几门？哪四门？数学、英语、政治，专业课嘛。好，那应该是没啥问题啊，应该没有。那你当年个研究生考试这个总分多少呢？390。研究生考试总分390。对。哦，那你行吧，行吧，那就算就是研究生啊。好，我再读一下 SC 啊。陶八万说：“求求你搜一下 SCI 1区吧，别指望了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他去这个知网搜啊。你是作为研究生，你应该是清楚的啊。这个知网上什么文章都有，对吧？你作为本科生本来你的论文就能被收录进去。你搜个知网有什么意义呢？再说它是研究，它可以研究世间万物啊。你研究了不一定能通过人家的标准呢，这是两个概念啊，是不是？你连这个都听不懂吗？我这边有个标准，你能通过了，对吧？能证明你有效，那么这是一回事。另一回事呢，你当然可以去研究它了，研究出来它不一定有效果啊，是不是？另外，你这个研究的，你作为知网上的文章本身含金量很低的，知网上水文章太多了。你搜一下中医阴阳五行，你自己搜嘛，知网上现在就搜，各种搞笑的标题啊，什么中医阴阳五行在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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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什么维修航空发动机里面的什么什么作用。陶八万陶总说：“我发过 SCI 连我。”好的，马上啊，陶总，马上。你在搜什么？搜不到 SCI，你去连陶八万吧，谢谢。你怎么要走了呀？
哎呀，说不过你，说不过你，真不是说不不说得过，我直播间人不占我，你有理就讲理。我现在问你一下啊，知网上你作为一个研究者，你是不是可以研究世间万物？没毛病吧？对对对，但是知网上的刊物是有等级的，你知道吗？知网上刊物是有你知道吗？等级的，这个对，我不知道，因为我高中毕业，我不太清楚。对，您其实不知道，您认为那个一些水文都可以发表，但是它的刊物是有等级的，在有一定的权威性的上面是不一样的。研究生发的是研究生有要求的刊物，本科生发的是本科生的，其他的是其他的。OK，我不能说知道这知网，对吧？OK，那还有那些，这个刊物，那我想问一下，你刚才说的这个文章发表在什么刊物上啊？我给你举个例子，这个叫什么？药物评价研究，我看这是什么期刊啊？什么级别的？对，它的影响因子是多少啊？什么级别的？它的影响因子是多少？我给查一下，我不了解这个。对，影响因子是多少？另外你这个期刊一听是中文期刊啊，大概也就心里有数了。哎，这个影响因子多少算高？多少算高？你是多少嘛？我问你多少算高，我不知道多少算高。它是多少你就报出来就行了。影响因子是多少？你报出来就行了，你别问我多少算高，你影响因子是多少？我得了解一下呢，我不能说我不知道我就看。那你跟现编吗？我影响因子是多少啊？不是，这是可以去网上查的。你查的你报出来就行了，多少就多少。您说多少是高，我给你找一个达到它标准的，好吗？你这什么意思啊？你这现编一个影响因子是吧？不是，咱们可以有数据支撑的嘛？不能说你刚才说的论文影响因子是多少嘛？不是，我说你认为是多少是高，然后我就给你找多少是高的。OK 吗？你说我说的有道理吗？你说的是有道理，你说我说的有道理吗？它的这个期刊的影响因子是多少？你先说你认为多少是高，我给你找，我能找到就行，好不好？我忘了这个影响因子总分是多少，我忘了。那你忘了我跟你说影响因子，你知道它高低吗？你说出来我就记得了。哎，一说出来你就记得。那你认为5算高吗？你这个刚才这个影响因子是多少？我现在就问你，您认为5算高吗？不要顾左而言他。不是，您认为5算高吗？你刚才这个期刊的影响因子你只需要回答我这一个问题就好。OK？我不知道。啊，那你不知道，你能让你跟我说影响因子？网友们知道啊，我不知道不代表那你说5算不算高？那你是多少吗？你刚才这个是多少？你说5算不算高吗？你刚才说的这个论文的这个期刊是多少？所以你一直就是认为看弹幕去研究这个。另外，这个期刊它的分区是几区的？是中科院几区的？1区还是2区？我给你找一个高档，你稍等一下。你找嘛。另外，我跟你讲，我们关注重点也不是这个，我们关注重点它是否通过了3期临床实验，这个才是重点。研究什么的都有，你不能阻止别人研究啊，是不是？他研究归他研究嘛，他只要能拿到课题组，能拿到钱，能拿到这个资金支持，他当然能研究了，是吧？关注的是有没有通过3期临床实验，这个才是重要的。你稍微搜的快一点，好不好？搜个 SC 啊，我看有没有 SC 啊？现在没 SC 了，别急啊。你好了没啊？稍等，稍微快一点嘛，感谢返乡飞火星，感谢啊。你这样你也别搜这些论文了，没有用。我们就说一点最实际的，你这个安宫牛黄丸有没有通过3期临床实验？有还是没有？说点实际的，好不好？不是你这个3期临床实验就这么权威吗？这当然啦。那他是谁给规定出来的？我知道。我说这个3期临床实验怎么来的？3期临床怎么来？它是一个科学的工具啊。我知道，我们谁制定的这个标准？我们这规则是有制定的人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啊。中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呀。它是一个科学的工具啊，它不属于任何人的。
对吧？就比如说你的车子上市必须要通过碰撞实验，那你说这个是西方的碰撞实验吗？我搜到了，我搜了一下，你好，我搜了一下，这个3期临床它叫美国 FDA 3期临床，好像。对，我们这儿 FDA 也有 ，FDA 就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缩写，我们这儿也有。意思中国也有 FDA 啊？FDA 是缩写，能明白吗？英文的缩写，我们这儿也有 FDA，对的。明白了，孤陋寡闻了，学到了，谢谢啊。你是研究生吗？你怎么？我研究的计算机哥，我研究计算机跟机学有关系吗？你说？不是这个缩写啊，你当然有了，那你这不对吧？缩写我可真不知道。我看了一个叫什么复方丹参滴丸 FDA 3期临床试验。是吧？是你这个我知道。然后呢？那你说他通过了没有？他通过了没有？他通过了没有吗？我问你啊，他不是你说你知道吗？你说知道，你说他没有通过，知道吗？任何的中成药，目前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中成药都没有一款能通过3期临床实验的，没有。无论在哪里，你搜吧，你就搜吧，你但凡能搜出一个来啊，那基本上就是诺贝尔奖了。你搜到明天早上也是一样的结果，我跟你讲，就除了浪费时间，啥也做不到。确实没有。对不？他不可能通过的。他但凡通过了，我跟你讲，我们都已经上教科书了，那历史书上全是他，知道吧？所以你认为这个丹参滴丸他就不可能通过3期临床实验。所以你认为这个中医有用没用，就是通过没通过这个3期临床实验是吧？3期临床实验它本身是一个工具，它没有任何的立场，也没有任何的倾向性，有效就通过，没有效就通不过，就这么简单。那古代人得了病咋办？等死啊！等死啊！不是说哪个皇帝不是得过贴花呢？人们都死，他没死啊。传染病，它的传染率高，它的死亡率又不是100%。那就是他幸运是吧？幸运就没死。对呀，你这人怎么连这都不知道吗？传染病它只是传染，它又不是说传染都死。那都死的话，那不都完了吗？它只是传染性高啊。原来如此。那意思古代人得了病都是等死呢？对呀。明白。那不孤陋寡闻了，怎么办呢？你给我讲那怎么办？孤陋寡闻了。那怎么办？那我这样，我反问你，他不等死他怎么办？吃药呀，中药嘛。好，那我现在问你，你怎么证明这个中药有用啊？那你怎么证明它有用？那你说他们有没有？你旁边那个人说什么？那你怎么证明中药没有用？你是药，你要自己证明自己有效，才能给别人吃，而不是让别人来证明你没有效果。你研究生一个寝室都是这种没逻辑的人吗？我可不是在寝室。你这是在哪儿？我在大街上站着，有点冷。你看，你还撒谎，这就没撒谎，就是有点冷。我在大街上用着电脑，我都搓脚呢。对，你电脑就在旁边的。你在大街上用着电脑，辩论不过来，我是出网吧透口气嘛。真是说不过来，出网吧还撒谎。我现在问你啊，一个药厂声称这个药能治疗什么病，难道需要别人来证明这个药没有用吗？是不是需要他自己证明自己这个药有用？我今天我真是，我说这个逻辑有没有问题？我说这个逻辑有没有问题？请直接正面回答我。刚才有点卡，没听清。那没听清。好，量子卡顿。我现在再给你重复一遍：一个药厂生产出一款药，那么是需要他自己证明自己这个药有用，还是需要别人来证明他这个药没用？自己证明了。好，那没问题了，对吧？那你中药怎么能证明自己这个药有用呢？那病人吃完好了就知道了。如果说这个药没有疗效的话，那还有人买吗？比如说那些名方，你们知道听过的方，那它还会传下去吗？它就是淀粉，你说它没有用，它会传下去吗？古代由于那你说云南白药，云南白药上市了没？不知道。在古代啊，由于没有科学，所以人呢在生病的时候呢很无助，
所以说他不得不去吃这些草根子来安慰自己，有其局限性。明白了，知道吗？哦。另外呢，传下来不代表有用。裹小脚的历史比中医都长，跳大绳的历史比中医还长呢。就传下来不代表有用，不代表它好。你怎么这么没有逻辑呢？我发现你还研究生，你理科文科的？理科的。你学校几本啊？哎呀，研究生还有几本呢？你听说过2本有几个有研究生的？还是计算机的研究生？那不一定啊，那也有啊。2本有些也有研究生院啊。你几本的嘛？哎，您知道考研那个计算机390分意味着什么不？我不知道啊，我没考过，你就说你几本的嘛。哦，我北京学校随便挑哎。你北京学校随便挑？研究生390分。我不清楚啊，因为我没有考过研究生，我不知道。没考过，咱可以提升学历，提升学历也没用吗？提升学历对于我个人来讲没有用。哦，明白。那你说我想问一下，你是读书有用几本吗？吗？你是几本吗？不是，我发现你这些问题都不敢直面回答，永远都是顾左右而言他，啊。不是，你终究讨论的是中医这个用。你认为说古代，咱就不说别的，你认为说古代人得了病就只能等死，这个其实我是不接受的。那他不等死，他能干嘛呢？请你正面回答我。吃草根吗？你不是吃草根心理安慰的吗？有用吗？对，是安慰剂，这个我承认啊。作为安慰剂来讲，这个我承认，对吧？那确实无助，那只能通过安慰剂来自我麻痹了，这个我承认。但是如果说作为药来讲，它确实没有用；作为安慰剂来讲有用。另外，让你旁边那个人可以直接来麦这边，咱们俩互相讲，是吧？你搁旁边小声讲没意思。他不好意思来。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真理越辩越明啊！你说的没毛病，变不明，变得迷糊了，你知道？变得迷糊了。来，我读一下 SC 啊。陆一13说，主播，你知道什么是科学吗？你能说清楚中医为什么不能通过某实验吗？你有点搞笑，他为什么不能通过？因为他没有效果，所以说他通不过，就这么简单啊。但凡能通过，但凡能通过啊，哎呀，这个我就不说了啊，这个我就不说了。他如果能通过，我跟你讲，这漫天遍野都是他的宣传，知道吗？就是没有用才通不过，就这么简单。南瓜哔哔哔说，旁边那个真不仗义啊，别躲着，出来说话。对啊，你出来说话，是不是？你接着讲。哎，我认为中医有用，你认为中医没用？不是，不要喊口号，喊口号没意思。你也是研究生是吧？讲不懂，讲不懂，讲不懂。你哎呀，反正我跟我研究生朋友们能讲懂，跟你讲不懂，真讲不懂。你看，你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逻辑不是太明显。你不要这种态度。你说中药有用，那么请证明它有用，是不是？我说这话没毛病吧？我生病了，不对，我生病了，我喝中药，我好了嘛，就这么简单嘛，对吧？你这句话就说的非常的笼统。那美好的呢？你这个叫幸存者偏差。我好了呀，那我好了，我就认为有用。你没好，你就认为他没用。34岁，明朝的时候34岁，那美好的早都挂了，34就挂了。那你怎么不看美好的呢？美好了我不知道，我好了对吧？所以我认为它有用。那你没好，你就认为它没用对吧？你都开始诡辩了。你说对不对？幸存者偏差。幸存者偏差，我幸存了，所以我认为有用，没问题吧？你说没问题吧？你这个开始精神胜利了，对，鸽子总说了，你这个开始精神胜利了，你这就没意思了。哎，你说我说对不对？那我们现在针对的是中药这个整体啊，你现在开始说自己了。啊，我就说我自己认为有用嘛，对吧？你说了这个药是药，咱们药怎么能认为它有用？能治病就有用，治了我的病，所以我认为它有用，没问题吧？好，针对你个人来讲，你认为中药啊它有用没问题，但是我针对这个中药整体来讲，不能这么说。你个人针对你个人可以，但针对整个中药这个整体不能这么说，因为没有数据能证明它某一款药有用，没有，对不对？我现在跟你谈实验，跟你谈结果，你现在
跟我谈啊，针对我个人是有用的，那你就是开始摆了嘛，对吧？是不是？我读一下 SC 啊，你自己看 SC 吧。啊，原创的昵称说，别给研究生招黑了，390只不过是会做题，你这认知配不上你的学历。OK Go Go OK 总说，护士也不清楚，研究生是先报学校后考研，390北京随便挑的说法纯瞎扯。哦，是吗？这个研究生这个我确实不清楚啊。研究生是先报学校后考研啊？你这个390北京随便挑怎么回事啊？哎，调剂你不知道吗？调剂，弹幕的也不知道吗？哦，好吧，那这个、你看弹幕吧。这个我确实不清楚啊，我高中毕业，我知道了，哎，我知道了，真的，我就说这么多人看的，都是高中生呀。我高中生怎么了？怎么了？我知道高中，我不歧视高中生，但我说大家，我就说这听不懂的，原来都是高中生呀。不怎么了嘛？不是，如果说我一个人听不懂，可能是我能力的问题。这么多人听不懂，有没有可能是你表达的问题啊？哎，有人能听懂，有人能听懂，真有人能听懂。可能我的表达是这样啊，我说的很明确，我一个人听不懂，可能是我能力的问题。那如果说这么多人听不懂，有没有可能是你表达的问题啊？是，对。你现在已经从最开始的好好辩论，到现在开始慢慢转向人身攻击了。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没你心里强大，我已经没法说了，知道？就是一个事情，真的是解释不清楚。我也能力欠缺，而且我这个知识储备不高，确实真辩不过。是这样啊。而且我认为我自己确实得改善，我马上好好学习，知道吗？我再复习我研究生这个从小到大学过东西，哎，真的是忘的太多了，真的是知识水平真不行。是这样啊，你说是不是？我们就事儿论事儿啊，我也不想关心你个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啊，你呢也不要搞这种类似于人身攻击，你有没有攻击你心里清楚，咱们都是成年人，没必要。那我现在就问你啊，我们就话题谈论话题，你说中药有用，那么怎么证明它有用？我说的这个问题很简单。哎，自我变了吗？跟你说了好几遍，自我变了吗？我认为有用，有问题吗？那对于中医你自己啊，可以认为中医有用，没有问题啊，对吧？那对于中医这个整体来讲，它现在就是没有办法证明它有效。我说这个有问题没有？啊，是，不是，你看你开始摆了，这就真没意思了。不是，没摆，我就觉得这个，还是因为字确切没说过去。我给你读一下 SC 啊。路易13说，中医有不能通过某实验的理由，你只有完全反驳他的理由，你才能否定，懂吗？这才是科学。好的，路易总啊。张小野 S 张总说，你在装什么？一个硕士闹麻了啊。乐苦多乐总说，让他解释一下堆和站的区别，你能解释一下堆和站的区别吗？喂，你能解释一下堆和站的区别吗？忘了，我知道现在，哎呀，我们好像同学们都用什么构语言了，不用这个啊。堆和站属于那个好像是，不是是计算机组成原理里面的。哎，不对，是那个数据结构。你能解释一下堆和站的区别吗？因为我不懂啊，你能解释一下堆和站的区别吗？哎呀，我也不懂，我也不带给你搜了，真不懂，真忘了。这个因为我但是数据结构考的真的，因为我现在工作不用这个东西了。你现在工作了？哎，对，你不研二吗？谁跟你说我研二了？哦，那你是现在工作几年了？1年嘛。哦，研究生毕业了。哎，对。哦，那你现在做什么工作了？一些行政工作。行政工作？你怎么没有做这个相关专业嘞？去大城市，家里面没钱嘛，买不起房子，只能回小地方。小地方找不到工作，所以咱们只能干些，就是。那你哎，说对了，我就当保安的呢。哎，那个人真聪明。不是，那你计算机专业硕士毕业的，在北京考研考390，你找不到工资高的，你还找不到工资低的吗？买不起房，不是工资高不低的问题。
你这个我觉得不合乎逻辑啊，因为你刚才咱们聊了这么久，对吧？你的学习应该很好，北京学校随便挑是吧？那最起码是个双一流，双一流的计算机的硕士，你在北京怎么待，那也比你在你老家好啊。你买不起房，你租得起房啊。租得起房，问题是结不了婚呀，对吧？那你现在在老家这个多久了？毕业了之后就回来了嘛。回来了。你方便问一下你老家哪里的吗？我 IP 就是我老家，山西的。对。那方便问一下现在的一个收入情况吗？月薪3500。真的3500？真3500，这还骗你呢？我们这儿找不到高工资嘛。你宁愿在老家拿着月薪3500的工资，也不愿意去北京，找个互联网公司去上班。不是我不想，是找不到。买不起房子，知道？主要是买不起房子，你知道吗？你在那，你说你收入多，你花的也多，你说你的房子你能打得起贷款吗？对吧？行，那你现在住在哪里呢？住在宿舍。是宿舍住几个人啊？2个人一个宿舍。那个人是？就刚才跟你不好意思上来那个。行，那你3500，你在老家能买得起房子吗？能呀，我们这1平米3000呀。1平米3000？对。1平米3000的话，我们就按100平米来算啊，你得工作100个月，也就是说大概不用，你知道公积金这个事情吗？什么？公积金？你讲嘛。就是有公积金的。你给你交多少啊？1个月2000嘛，公积金。1个月2000？方便的。你工资3500，一个月给你交2000公积金。对，扣完工资是3500，到手咱们说的是到手工资。就是扣完2000公积金，你到手3500。对。你这个，那你为什么你边上的人要一句一句教你呢？我边上人哪教我了？这还用教呢？我们都听到了。你可以不信，但是这个可以用我的人格去发誓，好不好？是这样啊，哥们儿，我作为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啊，我尊重你的观点，我也尊重你的人。但是呢，我说句实话啊，就是你这个确实怎么讲呢？不尊重人了，就是纯编的，就编的太假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咱们观点不一样，咱们仅仅是观点不一样而已，搞得这么深仇大恨干嘛呢？我跟你本来也无仇无怨的，是吧？咱们仅仅是在这聊聊，就是从你的态度来讲，我觉得呢，怎么讲呢？我个人还是我还是比较讨厌这种态度的。说实话，你不愿意聊，你可以不聊，或者说，你骂我几句，我也觉得没什么。男人嘛，都有点血性的，我也能理解，这没啥。他自己挂了，不是我挂的啊，他自己挂的。我觉得这样真没有意思，是吧？咱们作为成年人，在社会上行走，对吧？你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你讨厌我，你骂我，我也觉得没啥，对吧？男人有血性嘛，这个也能理解，对吧？当然女孩子也可以有血性啊，那你可以骂我，没什么。我觉得这种编骗这种，我觉得我很讨厌。最起码从我个人来讲，我很不喜欢这样子我非常讨厌我读一下 SC 读一下 SC 这个 OKOK 够总说390一般都能录取，如果没考上才会被调剂，也只会往更差的学校调剂。这哥们儿已经魔怔了。好的 OK 总OK 总讲的比较详细陶8万说连我是计算机真正的硕士生。好的，马上原创的昵称说你真是1/3个哪吒，堆栈都不知道，你是个锤子390，真是看不下去了。月刊少年月播总说让你同事上麦吧，2个人值夜班也挺无聊的，让人家也消遣，你不要替你同事拒绝。月刊总心细你为什么说户子都听见对台词了，买不起房是不是你请的？举报耍大家，真不是我请的，哥们儿，真不是我请的。你们怎么老怀疑我请演员我请毛线呐我请演员还得花钱呢，这每天这上麦这些是吧？随机挑的这些必友是吧？又不花钱动不动连1个小时，我干嘛请演员？那不多此一举吗？
对吧？行，咱们现在开始连 SC 啊。HM1H 总说这个人就是坏，不是蠢。我是2本，不会瞧不起学历低的人。还有，别连这种人了，气死我了！我也气，我说实话，我也气啊，我也气。好，咱们现在开始连 SC 啊。